多日不见，甚是想念。这次我们来讲一下，就是一台 M2 芯片的 Mac Mini 如何让它变成一只可爱的服务器。接下来我会说一下这个正极接口的讲解，然后分析一下这个 M2 芯片的 Mac Mini 作为服务器的优势。当然，总的费用花费多少，当然我也会去做一个详细的计算。另外，后面我也会非常详细的介绍，对吧？我要使用什么样的佐料，对吧？使用什么样的设备，然后装什么样的软件，然后最后它的网络价格原理，我也会在这里去进行一个详细的解释。现在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机器的接口情况。从左到右，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从左边来看的话，就是第一个是这个电源按键，然后其次的话，这个是电源接口。电源接口的话，其实它的电源是内置的，所以外面只有一根线连接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是千兆的网口价钱可以升级但是我们买的是盖板，价格是非常便宜的，所以就没有选择升级。然后另外两个的话就是这个就是雷电4的接口，然后这是显示器的接口，而且这个接口呢是没有那个4K 高刷的。然后这个呢是另外两个就是 USB-A 的接口，然后这个呢是可以是耳接口，但是呢 M2 的这个 Mac Mini 它支持高阻抗耳机的。如果大家选择升级的话，可以选择这个生成万兆网口。然后另外的话，如果选择 M2 Pro 的那个版本的话，是有4个雷电的接口的，4个雷电4的接口。而且呢 M2 Pro 那个版本呢，它那个HDMI 接口是支持高刷的 4K 输出的。然后这个普通版的 M2 呢，它是支持2块芯片不是2块屏幕同时输出，最高支持到6K 的显示器加一个5K 的显示器，或者一个6K 显示器加一个4K 的显示器。然后虽然没有高刷的话，这也足够满足日常使用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最主要的，首先就是这个芯片，对吧？非常高能高效，而且对吧？我们买的虽然是盖板，但是我们如果从普通使用角度来说，它是可用的程度但是如果作为服务器来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高性能大内存然后而且拥有256G 机身存储的这个一款高性能的服务器。但是呢，如果我们要买同价格的服务器呢，是买不到是非常昂贵的，同性能的服务器是非常昂贵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台 M 服务器送到云上去呢，是有巨大的优势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它是性能非常高这台是可以支持流畅 4K 剪辑的设备然后节能角度来说，因为它这台 M2 的带电的瓦数非常低嘛，可能只有0.2瓦到0.5瓦，如果不重度使用的话，这样也算下来一年可能花到3到6度电，你多一点加上渲染什么的话，也不会多到特别多吧，是非常非常省电的，对比 Windows 的电脑来说。可扩展性呢，我们在机身上已经看到，对吧？有非常多的这个接口可以供我们去使用。如果我们需要额外的设备，可以自己在这边去接上去用就可以了。独立性的话，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服务器之后，我们就有一个私人的云盘就不用再遭受这个百度云盘谷歌云盘他们这些尺寸以及速度的限制。还有我们还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一些个人网页，包括个人的简历都放在我们自己的服务器上，对外进行一个展示既可以展示自己的技术也可以提供自己的方便，而且非常的安全。从安全性角度来说的话，作为服务器来说Mac 系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它底层是 Unix而且是这么多人使用它基本上很少出现中毒的情况。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到底花了多少钱这里首先我们就来 Mac Mini 的设备，对吧？我是花了3499较有优惠。然后呢，我前两天我看618其实可以3399是可以买到这台设备的。然后呢，我在上面接了一块这个980 Pro 1TB 的，对吧？高性能固态，对吧？花了559元。另外我还购置了这个外置硬盘盒加上数据线，对吧？花了100来块钱。另外就是为了作为把它搬上云嘛，我们需要一个中转服务站，对吧？我购买了半瓦工最低配的这个服务器花了差不多$50，合计来说我大概花了4490人民币。这个就是同等价格的话，你想一想，如果用一个超过1TB 的高性能的，对吧？云服务器你要用租用的价格的话，那每个月可能得上千块，对吧？这是我们基本上1年使用的价格，才4000多人民币，而且这台Mac Mini 我们是可以多年长期使用的，对，这么看来说其实是非常便宜的，而且平时我们可以用它剪辑做一些其他的个人事情，是不是？好。这样的话，我们来看，我们要搭建这台Mac Mini， 把它当成云服务器，我们需要哪些条件首先，我们需要 Mac Mini 一台，对吧？公网
IP 的服务器一台，这台我们打算从巴尔公去购买 AWS 的域名，就是亚马逊的这个云服务商，我建议去它那里买个域名啊，这样我们不用天天记 IP， 会方便很多。大家可以自行去购买，一年大概100块左右吧。然后这个 GitHub 的 FRP 开源软件啊，免费啊，这个是非常好的。然后呢，这个云服务探索，对吧？装完之后，我们大概能使用什么功能呢？这个远程桌面，对吧？这个 VNC 这是苹果自带的一个远程服务协议，就像远程可以操纵电脑啊，非常方便啊。然后另外就是正常的 SSH 啊，远程登录啊，还有这个文件共享，这是我们支持作为云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能啊。这个有些关键词大家如果听不懂呢，不要紧啊，我在我的 GitHub 上啊，使用ChatGPT 也生成了一个文档。另外也把原来的 ChatGPT 生成这些关键词的这些知识啊，我也把它放在我们这个 GitHub 页面上啊。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去屏幕下方的这个解释区里面去找这个 GitHub 的链接啊，我也会贴在下面。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网络架构图啊，这是我们这个比较核心的这个架构原理啊。首先这是我们的Mac Mini M2 对吧？我们在本地的这个 IP 是这个比如说.88对吧？然后我们的用户名是泵用户名密码12345对吧？我们在这台Mac Mini 上要装 FRP 的这个本地客户端，就是 Client 的客户端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客户端了，其实就是在M2 上装一下下载，然后在这中间我们这 Linux Server 上，它拥有公网 IP 对吧？我们也把这 FRP 装上面去，对吧？但是配置文件你在这个 M2 的这台电脑的配置文件里面，对吧？我们把这本地的这个 SH 端口22映射到这个33端口，这个33端口呢是这个 Linux Server 上的33端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访问 Linux Server 的33端口然后找到这 M2 的上面22端口，这样我们就能访问到它了。当然，下面这个3把跟 VNC 同样的道理啊。然后我们再往左边看这边是 DNS Server， 这边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已经拥有这个 happy.com 这个域名的话，这样 happy 我们这样访问 happy.com 就可以直接指向这个 IP 这样我们就不用一直记这个繁琐的 IP 会方便人类去理解比较容易去记忆。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在客户端上，对吧？我们可以用笔记本呀、手机呀或者 iPad 呀，对吧？比如说在这个电脑这个笔记本上，我们通过 sh 泵的 @happy.com 这-p 就是 port 就是端口的意思我们使用33端口，对吧？33端口我们通过这个然后就一路过来，通过 happy 找到这个 IP 找到这个33端口，对吧？从33端口又找到这个Mac Mini 的22端口，这样其实我们就已经访问到了，对吧？这个泵就是这个 M2 上设置的这个用户名这时候回车完之后呢，我们输入密码，对吧？我们 SH 就成功连接上我们这个本地的Mac Mini 了，对吧？同样我们在手机上或者电脑上，对吧？我们再通过3把的协议，对吧？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协议，对吧？3把 Happy， 对吧？同样找到这个 IP， 找到888端口。888端口导到这个 M2 上的445端口，就是3把的分享协议分享协议那个端口，然后这时候我们就登录到这台，然后这时候我们再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对吧？用户名我们写一下泵，然后密码写一下这12345然后我们就可以访问到这台可爱的 Mac Mini 了。其实这个在平板上、多种设备上，只要我们在公网上都可以这样随意去访问这是非常方便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去实际的电脑上去看一下这个实际的操作。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对吧？在这台实际的新的 Mac Mini 上，我们要进行一些基本的操作这样的话，如果作为一个新的服务器，它就可以自动的启动首先就是我们去看一下这个Screen Saver， 对吧？这里面进去把这个所有的设置成不要关闭这个就保证它我们一直都可以去使用它，尤其这2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下面这个 Energy Saver， 对吧？在这里面对吧打开网络一共访问以及就是它如果断电了，对吧？自动重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用户这个地方，对吧？我们这里在设置完这个用户之后呢，对吧？
我们设置一个自动登录，对吧？选择一下这自动登录，然后就可以在它每次自动断链重启之后，它一直保持打开的状态。而且这台设备是比较省电的，其实我们就对吧，尽量保持它的开着，毕竟它是一台本地的服务器嘛。另外的话就是点到这个通用通用里面就是打开这个 sharing 里面其实就是第一个对吧，这个屏幕共享对吧，我们就要打开，因为这是 VNC 协议需要的。然后 file sharing 对吧，在这里面就是我们需要分享的东西都在这里面你打开一下，然后进去还可以设置对吧，我们的用户名谁可以访问呀对吧，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去把它给设置好对吧，一定要切记只要自己能访问，别给别人去访问就好了。然后这个 remote login 面就是 SSH 的那个远程访问功能然后也是需要在这里本地去设置一下的，把这个给打开。remote manager 这个是这个也是建议就是把它打开，然后把它设成只有自己的用户名可以访问。然后剩下的话就是这个 content caching，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打开之后，你家里面所有的苹果设备都可以自动，如果它这台 Mac mini 可以把这些什么安装包什么的都放在这里面，这样大家可以直接从这里去缓存，会占用一定的空间，但是大家是无感的，你家里面所有的 Apple TV iPhone iPad 都会从这里去得到缓存进行一些下载的加速。好，这就是 Mac mini 的一些基本设置其他的话大家就是在 Mac mini 上不需要做太多的东西了。然后至于 SSH 这些东西如何进行访问对吧，以及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到我这个 GitHub 这个主页上对吧，我会把这个地址贴在这个我们的视频下方，大家进到这里之后呢对吧，去点击点击这个就是视频应该，然后点击这个资源文档过去之后呢，我在这里写了一些相关的知识点，比如说我们这里看一下这个 ChatGPT 的一些对话对吧，我把这个稍等一下对吧，我已经把这个就是我之前写问 ChatGPT 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都在这里写了一下，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如果有需要更详细了解的可以自己到网上把这些东西再给查一遍，这样可以保证你得到的信息是准确的。它这里面有些东西并不是完全准确的像这个 FRP 的这些版本需要你自己去网上重新去下载跟看一下不要直接用这里的代码。OK， 然后这里我问了很多问题然后呢 OK， 然后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防止因为我知道有些同学是不能访问这个 ChatGPT 的网页的对吧，我也做了一份PDF 在这里对吧，大家内容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在这里直接去看这个 PDF 看到同样的内容。然后另外呢对吧大家就因为中间你是需要一台服务器做中转的嘛对吧，我是比较推荐斑马工的，因为它是1000兆带宽，虽然它硬盘比较小，但是只是用它做一个代理的服务，然后它内存也不大，但是基本上够用吧。然后它里面一年是1TB 的流量，然后它一年大概是$50对比其他平台我看了你跟什么阿里云亚马逊他们比起来的话对吧，那人家是很贵的对吧，这个价格还有这么1000兆带宽的速度对吧，做 FRP 转发是非常好的。然后这里我会贴了一些其他资源在这里，大家有兴趣可以在这里点下去看包括你Mac mini 一些 FRP 自启动包括这个还有个别人做的一个关于 M2 的这个服务器的一些视频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也从这里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斑马工的网页我建议大家推荐买这个最便宜的就可以了。然后FRP 的这个网页大家也可以在这里去看一下，它是有中文文档的，大家可以点过去直接在这边去学，我再把这个中文文档也贴过来了其实。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其他的学习资源，我也都把这网页都放在了这个里面，大家有兴趣我也把这东西我会贴在这个视频的下方的这些说明栏里面对吧。如果大家这个其实里面还包含了，其实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PPT 吧，大家还有一点就是记得我给大家来讲解一下这关于 FRP 的这2个配置文件首先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大家看到这个 Bentech Mac M2 在下面，就是在这里面看到这里面有2个文件，一个是 FRPS 是在 server 端要配置的文件，这里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里面有啥，就是这个是对吧，绑定的端口号对吧，默认7000就是他们用来传输数据的这个端口号，然后这是80的端口，默认的这网页端口，然后 HTTPS 443这都是默认的，然
然后你自己要写个密钥在这里啊，保证它两个客户端之间的通信是经过加密的。这你可以自己写一个，后面把两只，后面你自己保持两边客户端那边保持一致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自己申请过域名，在这里可以直接写域名。如果你没申请域名的话，直接就写你服务器的这个 IP， 这你也不用写 IP， 直接写域名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有404的 patch 的话，你可以自己做一个，然后把正确的地址写在这里。然后我建议你是大家把这个就是说控制面板这个端口给打开，然后自己设置一个用户名，然后写一个密码，这样大家就可以自己登上去查看这个自己的这个转发的这个情况以及流量的管理啊。然后我们在客户端这边的话，这个文件里面的话就是首先就是这里是客户端的地址啊，这个客户端刚刚我们设了 happy.com 嘛，这个然后客户端的端口，然后这个密钥两边要保持一致的。然后 TLS 这个加密协议得打开，然后下面呢，这是一些一些基本的，这些是 Web 就是网络的一个映射啊，对吧？是把80端口映射打开，然后 subdomain WD 这个大家可以不用管太多吧，这个后面是主要的。比如说你要新建一个新的一个映射，对吧？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把这个 SH 的映射打开，对吧？这起个名字你可以任意写，然后默认是 TCP 不是默认 TCP， 看你需要什么样的协议啊。一般是 TCP， 如果你 TCP 你写 TCP， 不然还有 UDP 这些东西，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它们分别是什么。然后这个因为本地嘛互换网址写 127.0.0.1 就可以了，都可以写这个。然后本地的这个 port， 你因为你 SSH 协议嘛，它默认本地是22转发到远程的333端口上，这样我们在远程的，这样我们就访问333端口就可以找到这个22端口。我建议大家把这个压缩打开，也把这个加密打开这样子的话就是增加安全性，包括提高一下访问速度。它可能会增加一些这服务器的负载，不过关系不大。同理，下面就是你要开3把或者 VNC 同样的设置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比如说设置 VNC 你要注意一点，对吧？你像 Mac 上的默认是5900的端口是 VNC， 如果你不知道到网上去查一下也就知道了。OK， 这就有关于这个 FRP 的这个文件的这个端口上的设置然后另外如果大家就是对 FRP 对吧，去哪里下载呢？下载的话大家可以进到 FRP 的这个GitHub 上，然后点这个release 对吧，78 release 我们看到这现在是第49个版本 0.49 版本对吧，在这里寻找你自己电脑上对应的不同的版本你看这个点一下数19这边可以看到，你看你应该是有看你是，如果你这个应该是这个Mac 对吧，应该是 DLWRN 对吧，如果你是 M1 的话你要下这个，如果你是英特尔的版本的话你要下这个，如果 Linux 的话你可能要找对应的版本大家可以自己去根据教程去查一下自己电脑是什么系统，然后应该下载哪个版本，这里应该都是有说明的。OK， 好，FRP 的讲解就到这里结束其实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包含了非常多的这个应用知识其实包括你的服务器的配置域名的申请域名的绑定以及你这个各种各样的协议的交互其实是个非常综合性的这个知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在评论下方留言我会尽量会帮助大家回答一些相关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掺杂就是有非常多的像 Linux 包括一些 Mac 甚至一些还有网络协议甚至还有一些编程的东西在里面对吧？这里面问题就是需要的知识储备可能稍微会大一点，所以希望大家在评论下方讨论欢迎大家就是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谢谢大家。